飞机平安降落在西安咸阳机场。小静一走出航站楼，就看到徐磊穿着那件他熟悉的浅棕色大衣站在车前等他。徐磊面带笑容地走过来，接过小静的行李，轻松地放入后备箱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公司的事儿搞定了，徐磊问。小静没有立刻回答，等了几秒钟说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谈。徐磊感到一丝不安，迟疑地坐进了车里。两人系好安全带，车子缓缓启动。徐磊关心地问，什么事儿啊？小静说，公司要派我去法国做项目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法国总部可以给我们提供住房补贴，可以给你申请长期签证，让你在法国合法的工作和学习。我还可以半工半读，免费攻读 MBA。你跟我一起去法国打拼好不好？徐磊问，去多久？至少2年，也许会更长。小静说。徐磊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。你回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我在上海跟你说的话，你一句也没听进去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，心态平和一点，不要总是追求一些你够不着的、不切实际的东西啊？当初你说去上海，说试试就回来，现在你又要去更远的地方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小静委屈地说，徐磊，你认识我不是1天2天了，你知道我的性格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努力？我不想局限在小城市，嫁人生子，忙忙碌碌地过完这一生。徐磊提高了嗓门，小城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去上海待久了，看小城市什么都不顺眼，觉得我也不顺眼了是吧？车厢里突然安静了。徐磊紧皱着眉头看着前方的路，嘴唇紧闭。他感到精疲力尽，他那么用力地追，却怎么也追不上小静。他一直在等小静回来，等来的却是更远的逃离。小静委屈地咬着嘴唇，刚要说什么，又转过头望向窗外，默默地流泪。车外的景象飞速地倒退，远处的山峦在蓝天下显得格外清晰。小村庄的房屋在清晨的迷雾中若隐若现。矮矮的墙头前，一个妇女正推着自行车，后座上年幼的孩子在不平坦的道路上颠簸着。男人骑着摩托车在村间的小路上飞驰而去，扬起一片尘土。田地的泥土被清晨的阳光包裹着，泛着金色的光。田地里稀疏地散落着几个孤零零的坟头，小土坡上插着已被风化的花圈，看上去破败而萧条。天空中几只小鸟快乐地飞着，它们忽上忽下，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尽情飞翔。小静感叹，人的一生是那么短暂，很多人一生都不曾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。他的坚持有错吗？在长久的沉默里，徐磊在脑海中跟自己激烈地争辩着。徐磊问自己，我到底在怕什么？你怕小静比你强，这样你就会显得你很无能。一个声音说，上海有什么好的？国外有什么好的？他对这个声音反驳道，你没得到，所以你执意相信现状比改变好，熟悉比陌生好。你其实就是怕，你怕小静可以，但是你不能。徐磊的双手紧握方向盘，
他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仿佛是要把脑海中的杂音全部吐出去。徐磊渐渐意识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：他和小静之间的问题不是去不去法国的问题，他很清楚，只要还有机会，小静就会不断地向前。这正是他们之间最根本的矛盾。他想留下，过平凡的日子，而小静要不断地走得更远，超越自我，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，也是宿命。就在这时，徐磊的手机响了，是父亲打来的电话。今天他原本要接小静一起回家吃饭的，他现在实在没心情接父亲的电话。手机铃声在车厢里响了一阵，就安静了。他和小静都陷入了两难。徐磊的车开进了熟悉的街区，自从家家户户买了车，街道比以前更拥挤了，车子走走停停，开得特别慢。就在这时，小静突然看到马路对面提着菜篮的妈妈，她摇下车窗，在人群中喊：“妈，妈！”小静的妈妈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向后看了一眼，不知道是谁在叫妈，只觉得这声音特别熟悉。直到她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中看到马路对面不断向她挥手的小静，妈妈横冲直撞的从拥挤的车辆中间穿过马路。“妈，你注意安全啊，也不看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”妈妈看到开车的是徐磊，笑着说：“徐磊啊，是你送小静回来的，到家坐吧，我给你俩做好吃的。”徐磊强撑着微笑说：“谢谢阿姨，我今天还有事要办，改天过去吧。”他转过头对小静说：“要不你在这儿下车，这会儿堵车堵得厉害，一时半会儿开不进去的。”小静用眼神快速地扫了一下徐磊的脸，他的脸色特别难看，只好说：“行，我先跟我妈回去，你去忙你的吧。”徐磊帮小静从后备箱拿了行李，简单的挥了挥手，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徐磊看似冷漠，但在小静走后，他通过后视镜目送小静走了很远。小静不想让妈妈看出此刻的她心乱如麻，于是伸手想接过妈妈的菜篮子。妈妈说：“没事儿，不沉不沉，你这箱子比我的沉多了。”妈妈看出小静的异常，问：“怎么啦？和徐磊吵架啦？”小静摇摇头：“你这孩子总是这样，总这么冲动，想干啥就干啥，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”女儿挽着妈妈的胳膊撒娇说：“怎么啦？看我回来还不开心啦？”“开心开心，你回来了肯定开心。”小静和妈妈走上熟悉的楼梯，这是她从小长大的房子。她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就是和小伙伴在楼下的墙上涂鸦，孩子们骑着楼梯的扶手向下滑，比赛谁能从更高的楼层跳下。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。妈妈推开家门就喊：“小静爸，你看谁回来了？”爸爸正戴着眼镜在卧室的床上整理着他的工具箱，眼镜挂在鼻梁上，定神看了好久才认出小静，赶紧从床上下来：“哦，小静回来了，怎么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？”小静说：“刚好周末放假，我就想着抽空回来一趟吧。”小静的家很小，卧室正对着入口，一张2米的床把卧室填得满满的。
左手边是客厅，客厅里除了桌子、电视就是床。小静上大学前就一直睡在这张床上。窗户上贴着过年时的窗花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。窗帘还是几年前的，泛着微微的黄。妈妈立刻围上围裙，跑进厨房忙活开来。今天妈给你烧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老张，你一会儿把床收拾一下，你看这床乱的，小静晚上还要在这儿睡呢。好啦好啦，你少说几句吧，我一会儿就收拾。小静又回到了她熟悉的家，那个她日夜思念又想逃离的家。老两口在厨房里进进出出，房间里弥漫着炝锅后的辛辣味儿。墙上的相框里挂着他小时候和奶奶去公园的合影，那时奶奶还健在。小静幸福地从身后搂着奶奶。他的父母年轻时工作忙，长期在外地工作。小静是跟奶奶爷爷长大的，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远方是什么。爷爷、奶奶和小静，还有他所熟悉的这个城市，就是整个世界。后来，小静的妈妈下岗了，就再没出去工作过。奶奶去世后，小静的父母搬进了老房子。不一会儿，客厅的桌子上摆满了小静爱吃的红烧肉、红烧鱼、酸辣土豆丝，还有爸爸最爱的酱牛肉。爸爸从橱柜里拿出一瓶白酒，小心翼翼地倒在透明的杯子里。这是爸爸人生的一大爱好，每天喝点小酒。电视里播放着热点新闻，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。妈妈给小静盛饭，放在她面前，不停地给她碗里夹菜，说着：“这个你爱吃，多吃点儿。”爸爸皱起眉头，他这么大了，自己不会夹吗？妈妈说：“哎呦，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一次。”爸爸问：“过年怎么突然不回来了？上海的工作要是不顺利，就回来吧。”小静放下筷子，安静地说：“爸妈，这次回来是想跟你们说件事儿。我可能得去法国一阵子，公司在法国有个项目，我想去试试。”妈妈问：“去多久啊？你一个女孩子，一个人在国外怎么行？徐磊跟你去吗？”小静说：“我还在给他做思想工作，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去吧。”爸爸说：“你和徐磊从大学到现在，这么多年在一起不容易，人家徐磊一直在等你。你说去上海，他就让你去，换做别人早就不坚持了。你这个孩子就是心太高，你要为自己早做打算。你也不小了，转眼27了。”妈妈笑着说：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都3岁了。”小静用筷子小口小口地往嘴里送米饭，好像吃饭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嘴堵住。妈妈看出小静心情不好，赶紧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吃饭吃饭。”爸爸有些恼怒：“都是你给惯的，现在一不高兴就不回家。你说你跑那么远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和你妈？”小静反问：“爸，你说我读书是为了啥？就是为了最后像我妈一样结婚生子，一辈子在家围着男人和孩子转吗？我想有个不一样的人生，不可以吗？”妈妈在旁边拉了拉小静的袖子：“小静，不许这么跟你爸说话。”小静倔强地把手快速收了回去。“妈，我说错了吗？如果让你再选一次，你会甘愿在家守住我们一辈子吗？”小静妈为难地说：“愿意愿意，为你们爷俩我啥都愿意，我这辈子就这样啦。”小静激动地红了眼眶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可是
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难道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吗？客厅的空气突然凝结了。爸爸放下手中的酒杯，叹着气，无奈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。他想起小静上中学时梳着个马尾辫，天天在眼前晃荡。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女儿已长大成人。小静笑的样子是那么像妻子年轻时候，但很多时候她又特别不像。小静比他们两个年轻时更聪明，更独立，头脑更敏捷，性格更刚强，更倔强。爸爸长长的叹了口气，看着墙上母亲的遗像，哽咽地说：“妈，这个孩子我是管不了了，他这个性格一定是继承了年轻时的你。”安静了许久，小静爸缓缓地讲出：“小静，你知道吗？1943年，河南闹饥荒，你奶奶年仅11岁，带着年幼的弟弟，怀抱1岁大的妹妹，跟随爹妈从河南逃荒到陕西。半路上，妈病死了，妹妹也饿死了，只剩下他们爷仨艰难地强撑着。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在宝鸡安了家。你奶奶自打年轻就好强，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低头。也正是这样的性格，帮我们度过了多少难关。在那个时代，一家人只要待在一起，不饿死，有衣服穿，有屋檐可以挡风避雨，就是幸福的。但即便到你奶奶年老的时候，她还经常跟我说：“可惜呀，要不是那个时代，她肯定能做一番大事。她绝不会一辈子被困在家里。”你奶奶是个做大事的人啊，你这爱闯爱拼的性格，跟你奶奶可真像。时代变了，爸爸知道，时代变了。父亲沉默了许久，在一片寂静中说出：“你去吧，我不拦你了。但你一定要记得常回家看我和你妈。”看到爸爸用苍老的手揉着眼睛，小静赶紧跑到父亲身边，抚摸着父亲的后背，一家人拥抱在一起，哭成了一团。晚上，小静睡在小时候的床上，听着钟表滴答滴答地穿梭在月光下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她渐渐地闭上了眼睛。睡梦中，她梦见自己在绿油油的麦田里奔跑着。她爬上一个小山坡，望着远处的山峰，对旁边的人说：“你看，我要去那儿。”旁边的人是谁？小静看不清他的样子，只隐约觉得那个人，他好熟悉，好熟悉。